送外卖的眼睛长脚底下了，说你呢，挡什么路？这里是人行入口，不是车道。哟，还挺会顶嘴。老刘，怎么回事？顾少，一个送外卖的堵门口。我不是送外卖的。不是送外卖的，那你是来应聘保洁的？刘哥，顾少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处理。我来面试。面试？就他？你面试什么岗位？战略部。战略部？今天不是总监集中面吗？他这样像总监，别乱说，也许是来送材料的。战略部，你知道星辉集团是什么地方吗？上市公司，主营智能家居，去年营收136亿，今年前3季度利润下滑42%。背几句网上查来的数据，就敢装高管了？这里面装的什么？简历，还是外卖小票？项目方案，项目方案。你这种人能写什么方案？能让星辉南湾云仓项目止损的方案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顾少负责的项目也是你能点评的？南湾云仓是你负责的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如果是你负责，那我建议今天会议上，你先解释3件事。哪3件？第一，为什么华东渠道库存周转天数从43天变成127天？第二，为什么你们把老年用户需要的基础款压给了年轻用户渠道？第三，为什么云仓上线前3个月，退货率比线下门店高出3倍？保安还愣着干什么？先生，要不你先去旁边等一下。星辉集团董事办通知我，9点半，28楼会议室。这确实是面试通知。现在骗子连通知都能伪造。你可以打电话核实。不用了。陈远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星辉大楼什么人都能进，今天让这种人上去，顾少要是丢了脸，你负责。先生，你先在外面等吧。凭什么？凭我一句话。还真像那么回事儿，可惜啊，星辉不是什么破方案都收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因为我不跟司机谈战略。你说什么？也不跟项目失败的人谈尊重。你再说一遍。星辉集团门口，顾凌平带司机阻拦面试候选人进入，并踩踏项目方案。你敢录音？公共区域记录事实。行，你不是要上去面试吗？我让你连电梯口都进不去。听见没？现在滚！还能留点脸？你们拦住的不是我，是星辉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。陈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今天的面试可能需要重新确认。谁要求重新确认？是顾总监。顾凌峰。顾少目前是南湾云仓项目代理负责人。项目做成这样，还能代理负责人，星辉挺宽容。陈先生，请您注意措辞。哪位是陈远先生？我是。我是董事长秘书韩静。会议室，徐董已经在会议室等您。刚才是谁阻拦陈先生进门？韩秘书，我是顾少的司机，我问是谁？他，还有顾凌峰。调门口监控，保留完整记录。是。韩秘书，误会，我以为他是。以为什么？以为我是送外卖的、保洁的、骗子。星辉集团门口什么时候开始按穿着判断来访人身份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刚才就是那个意思。韩秘书，一点小摩擦，至于上纲上线？顾总监，徐董要见陈先生。我负责南湾项目，我怎么不知道今天有外部顾问终面？董事办直接安排。绕过项目负责人，直接请顾问，董事办这是不信任我。这个问题，您可以上楼问徐董。
那就一起上去，正好。方案都湿了，还讲得出来吗？真正的方案在脑子里。希望你的脑子配得上你的嘴。希望你的业绩配得上你的车。顾少，等会儿我让人查查他背景。不用，他要是没本事，今天滚出去。那怎么办？他要是有本事，更不能让他留下。陈远，给你10分钟，够了。徐董，这人连 PPT 都没有。南湾项目已经亏了3个月，不缺 PPT。年轻人说话别太冲，数据比我冲。开始。南湾云仓项目失败，不是因为市场差，是因为你们把3个问题同时做错了。你进公司还不到10分钟，就敢说我们错了3个问题？你做了6个月，亏了8000万，不也还坐在这儿？陈远，让他说。渠道、定价。第一，库存错配，你们把智能清洁套装当成年轻家庭爆品，压给线上渠道，但真实成交用户里，40岁以上家庭主妇和养老陪护机构占比更高。这个数据哪里来的？你们的公开售后评价，第三方电商后台抽样，门店祷告访谈。你一个外部人能拿到多少真实数据？你们内部拿到真实数据了，为什么还错？第二，渠道错位。南湾云仓上线后，你们取消了县域代理的部分返利，把货压给直营网店。结果呢？线上平台打价格战，线下代理不愿推，老客户售后没人接，货看似进了云仓，实际上卡死在最后3公里。这倒是和一线反馈一致。一线反馈有情绪，不能完全信，所以你完全不信。第三，定价乱，你们一边喊高端智能，一边用低价清库存，老用户觉得被割，新用户觉得不值，最后形成了最差的局面。想买便宜的嫌你贵，想买高端的嫌你跌价快。解决方案3步：第一，库存分层，不再一刀切，基础款下沉到县域和社区团购，配售后安装包；高端款收回价格权，配合样板间体验，不再用低价直播乱甩。第二，渠道补血，恢复县域代理售后返利，让他们有利润修机器、交用户、做复购。第三，云仓改成调拨中心，不做堆货中心，货不动就不要继续生产。这点我同意，仓库已经爆了。说得轻巧，代理返利恢复，利润从哪儿来？从你砍掉的形象广告里来。南湾云仓的广告投放是品牌战略，品牌战略不是把董事长儿子拍得像产品代言人。广告片谁批的？徐董，那是年轻化传播。年轻化不是自恋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评价香辉品牌？凭这份方案，3个月前救过一家同类企业。徐董，陈远先生去年为华盛家电做过县域渠道重构，退货率下降31%。那为什么华盛没有留你？因为我不愿给老板儿子背锅。如果让你做南湾项目，你要多久？30天止血，90天回正。吹牛谁不会？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吹牛。好，从今天起，陈远担任南湾项目特别顾问，直接向董事办汇报。徐董，你继续做代理负责人，但所有项目决策必须经过陈远福德。陈顾问，欢迎来星辉。陈顾问，这是你要的库存表。这是给董事会看的版本。怎么，陈顾问连报表都看不上？我看不上假的。年轻人刚来就说报表假，不怕得罪人？我怕项目死得太慢。真实库存你想看？可以。南湾仓在成交，晚上12点前把问题清单交给我，交不出来，明天自己向徐董承认。你只会嘴上功夫。车呢？你不是挺能吗？自己去。顾少的车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坐。放心，
我怕你车里味儿太重。你说什么味儿？狗仗人势的味儿。陈远，嘴硬没用。对你来说当然没用，因为你连嘴硬都撑不起数据。你就是新来的顾问？我要看真实入库、出货、退货、后损和售后返修记录。你要这些，办公室没给？给了假的。你胆子挺大。胆子不大，项目救不回来。这批货退回来多久了？46天。为什么没24检测？售后人手被砍了。谁砍的？顾少说云仓要清资产，售后外包。外包给谁？恒茂服务。恒茂服务是谁引进的？顾凌风。你别问我，我就是看仓库的。我不让你背锅。退货原因第一项安装失败，第二条老人不会操作，第三项客服无人接。这不是产品卖不动，是你们把产品卖给了没人交、没人装、没人管的人。仓库的人早说过，没人听。顾少说我们老一套，不懂互联网。他懂互联网，他懂开会。陈顾问，问题清单呢？发你邮箱了。这么快？不快，只是你们太慢。陈远，你找死！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陈顾问半夜写出来的东西。用词很尖锐啊！管理层用面子替代一线，这不是问题清单，这是人身攻击吧？陈顾问，你说我们用面子替代一线，有证据吗？有。南湾项目广告费3个月3200万，同期售后颓圮费26万。你们请了流量明星拍概念片，却没给县域代理发一份老人操作手册。恒茂服务接手售后后，平均响应时间从26小时变成72小时，投诉率上涨4倍，但恒茂的服务合同却比原售后部队费用高30%。合同给我一份。陈远，你越权了。项目亏损8000万，你还在讲权限？陈远，注意你身份，你只是顾问，所以我才说实话。如果我是你们内部总监，现在应该忙着甩锅，说的好像你很干净。陈远，你在华盛为什么离职？真以为没人查？你查到了什么？华盛内部通报，你因收受渠道商好处被停止合作。这真的假的？他收过好处，难怪这么守渠道。陈顾问，你解释一下。这是华盛原副总写的内部通报，你承认就好。我承认这张纸存在，但不承认这张纸是真的。你说假的就是假的。华盛半年后出了澄清函，确认我未收受任何渠道商利益，免职。当时诬陷我的副总因为关联采购被董事会免职。顾总监，查人之前别只查前半段，容易把自己查成笑话。就算你没问题，也不能证明你的方案能救南湾。那就是。怎么是？徐总，给我30天。南湾项目划3个试点区：苏北县域、江城社区、银湾养老机构。我只要3件权利。说：第二，试点区售后团队重新接回；第三，任何人不得要求仓库继续接收计划外生产。第3条我支持。你这是要架空项目组，我是在架空错误。你反对？我不反对试点，但如果30天没效果呢？我走。就这么定。陈顾问，30天很短，这会做事的人够了。别进来。周总，我们这次是来谈合作修复的。
上次你们也是这么说，后来线上乱降价，客户跑来骂我卖贵，售后外包没人接电话，客户堵我店门，现在库存压我仓库里，你们又来了。周总，我叫陈远，南湾项目新顾问。顾问，你们星辉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顾问。我今天不讲概念，我带了2份东西：第一，价格保护协议；第二，售后返利补充条款。你们真愿意恢复售后利润？不是愿意，是必须。你们卖的不是一台机器，是最后有人上门教会客户使用。这话还像人说的。陈顾问，顾总监之前不让我们这么谈，说代理商贪得无厌。谁贪得无厌？我一个店养4个安装师傅，客户半夜打电话我都接。你们总部直播间一句全网最低，把我3个月老客户全打没了。所以直播间价格权要收回来。你能做主？试点区，我能。那我再信你一次。顾少，不能让他继续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云仓那边今天要发第一批试点货，如果货出不去，渠道承诺就要延期。明白。刘胜，把车挪开。急什么？我等顾少电话。陈顾问，再赌下去，今晚发不了。挪车。又是你，装货通道不是停车位。你管得挺宽。仓库监控正在录，录就录，我是顾少司机，那就更好。记录原因：顾凌峰司机刘胜占用装货通道，影响试点项目发货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赵师傅，通知安保拖车。你敢拖顾少的车？他挡的是项目货，不是顾凌峰的面子。你别以为有虚档撑腰就能在星辉横着走，横着走的是你的车。现在把它挪直。早该管了，一个司机天天在仓库横，上次还骂我们搬货慢。你们闭嘴！不用闭嘴，以后仓库现场谁影响发货，谁签责任单。顾少，陈远要拖车。挪。顾少，我让你挪。过户。陈顾问，今晚要不是你，试点就黄了。不是我，是你们没让项目再被人堵死。陈顾问，老周那边今天又追加200台，养老机构那边说只要售后跟上，可以别冲量，先稳售后。这么好的势头，不趁热打铁？以前就是死在趁热打铁，热的时候乱卖，冷的时候没人管。顾少，再这么下去，项目真要交到他手里。他以为会卖货就赢了。星空不是小摊子，那什么算？在集团里做事不算本事，让别人相信他不能做事，才算本事。陈顾问，这明显是冲你来的。为什么今天上手？外部顾问权力这么大，谁监督？谁发的？匿名账号内网跳板发的，要查需要时间。陈顾问，出事了。你消息挺快，公司内网都传拍了，我当然看见了。陈顾问，你要是真没问题，就公开解释。会解释。为了项目声誉，我建议你暂停试点权限，等调查清楚。试点暂停，谁最高兴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集团合规最重要。对，合规最重要，所以我建议查。你愿意接受调查？不止查我，查帖子来源，查返利审批，查恒茂服务合同，查南湾项目所有关联供应商。你别借题发挥。你怕了？我怕什么？怕合规真的很合规。你要不要提前向徐董说明？不用，他们可能会在会上发难。那就让他们发。你不怕？我怕他们不发。南湾试点30天，今天复盘。陈远，你先说。先说结果。
苏北县鱼库存出清41%，江城社区退货率下降27%。银湾养老机构签订3000台年度采购意向，南湾云仓总库存压力下降18%。这个结果超预期。徐董，我有问题。说，陈远的试点数据看起来漂亮，但我们不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。内网举报不是空穴来风，陈远恢复代理商返利，确实让部分渠道获得了额外收益。代理商提供售后服务拿返利有问题吗？问题在于他和苏北代理商老周关系不清。证据：陈远曾因渠道商利益问题被停止合作。放完了吗？怎么你要解释？韩秘书，放第2本。这件事我上次已经解释过，今天你们还拿出来，说明你们不是不知道真相，是只想利用前半段。既然说到渠道利益，那就讲讲真正的利益。恒茂服务南湾项目售后外包方，合同金额比原售后团队高30%，响应时间却慢了近3倍。恒茂法人周启明和马建国总监7弟同名。陈远，你胡说！工商资料在这里，转账审批记录在这里，服务投诉记录也在这里。这和我无关。恒茂合同是你签字推荐，你在邮件里写恒茂服务模式更年轻化，更适合云仓战略。请问顾总监，你所谓的年轻化就是让老人买了机器没人教，让县域客户投诉无门。我被马建国误导了。顾少，你不能这么说。合同资料是你给我的，可拍板的是你。够了。你什么时候查到这些的？第1天去仓库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没有试点结果，说了也会被当成内斗。现在结果在这儿，问题也在这儿。星辉可以选择继续保面子，也可以选择救项目。内审部接手恒茂合同调查，马建国暂停职务。徐董，顾凌峰南湾项目代理负责人职务解除。徐董，我是为了公司。公司不需要用失败证明忠心的人。你别得意。我没得意，项目还没彻底救回来。第2周，兰科突然降价，直打星辉试点区。陈总，兰科降了15%，我们不跟。可代理商顶不住啊！给代理商服务包，不给乱价。客户问价格怎么办？问价格就给他算使用成本。老人不会装，坏了没人修，便宜也是贵。线上差评怎么处理？一条一条回。全部？全部。道歉、解决、补服务、不删评、不控评。陈总，这样工作量太大。当初亏8000万的时候，工作量更大，人手不够。原来的售后团队还在吗？走了一半。能请回来多少？请回来多少？工资呢？从砍掉的面子广告里出。老人不会操作，已安排上门指导。安装失败，重新派单。客服未接通，补偿延保。装什么？装什么？早干嘛去了？装什么？早干嘛去了？上市公司终于怕了。不用吵，解决一个，公示一个。师傅真上门了，我妈终于会用了。客服这次接得很快。陈总，今天有个客户说，他不是冲降价来的，是冲你们售来。成交了，成交了3台。别飘。放心，我现在听见冲量2个字就头疼。陈顾问，车不错。你写的？你有证据吗？看什么看？监控坏了。物业说坏了。你去问啊。地下车库 B 区监控是否正常？正常。能否调取10点前后我的车辆被挪动记录？可以，陈先生。陈远，你有完没完？开个玩笑也上纲上线。羞辱别人时叫玩笑，查到自己时叫上纲上线。刘胜，你和顾凌峰很像。你少拿我跟顾少比。确实不该比，他至少还有个位置能被撤，你只剩一份工作能顶。陈远将被任命为战略中心总监，他凭什么？一个被我堵在门口的人，凭什么坐到我头上？顾少，要不算了吧？徐董现在很信他。你也觉得我输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不是最会讲规则吗？那我就让他死在规则里。
徐董，需要我通知陈远提前准备吗？不用，明天会上让他们当面讲。南湾项目90天复盘，库存压力下降56%，退货率下降38%，现域渠道复购率提升22%。银湾养老机构正式签约，带动 B 端订单增长。项目由月亏2300万收窄至月亏300万，下月预计转正。我反对任命陈远为战略中心总监。理由：陈远的方案只解决短期问题。他恢复代理商返利是牺牲集团利润，他压制线上降价是牺牲规模，他让项目看起来稳了，其实是把风险藏到后面。星辉是上市公司，不是县城小卖部，靠几个代理商、几个养老院就能撑起战略的打法太土、太慢、太保守。陈顾问，你不是很会说吗？我解释：第一，代理商返利不是额外让利，是服务成本回归。之前你们省下这笔钱，结果退货、投诉、差评、售后外包，一共多花了7600万，这叫省小钱亏大钱。第二，线上降价的是一次性，确实能冲规模。星辉过去6个月直播间销量上涨18%，净利润下降42%，这叫越卖越亏。这个问题很明显。第三，战略不是快，战略是知道什么不能快，售后没跟上不能快，渠道没稳住不能快，产品定位没清楚不能快，否则速度越快，死得越快。说得漂亮。那你说星辉下一步怎么走向高端？不靠喊高端，靠什么？靠场景。年轻家庭做智能套装，县域家庭做耐用售后，养老机构做易用安全，酒店公寓做集中维护。不同场景、不同产品、不同价格、不同服务，这才叫战略分层。星辉不能再把一个产品卖给所有人，也不能再把董事长儿子攀成所有广告的主角。你还在攻击我？我在攻击错误。你非要做进去，我也没办法。够了，徐董，您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。那听你的。这份材料是你送的？不是。材料打印设备编号来自顾凌风办公室。我办公室很多人都能进。那你刚才讲的内容为什么和材料一字不差？陈远任星辉集团战略中心总监，顾凌风退出南湾所有相关项目。司机刘胜因多次扰乱办公秩序，辱骂来访人员，占用公司通道。徐董，您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对自己人？星辉最大的病就是你们总把错误的人叫自己人。陈总，这面墙是顾少之前做的品牌文化墙。拆。那换成什么？让用户看见星辉负责。陈总，我就是修机器的，也能参加战略会。你离用户最近，你不参加，难道让只会看报表的人替用户说话？那以后方案要先过一线？战略中心不是天上画图，是把地上的路看清楚。陈远，你满意了？你要是谈离职争议，去人力。我给顾家开了8年车，你一句话就让我没饭吃？不是我一句话，是你8年里以为自己也是顾家人。拦人、骂人、踩方案、堵仓库、挪车羞辱，每一件事都有记录，公司按制度处理，不是我私人报复。少装，你就是记仇。我当然记得，但让你走的不是仇，是证据。顾少，您帮我说句话呀。你自己惹的事儿，别拖我。顾少，我都是为了您啊！你别乱说。你看，其实你只是随时能被扔下车的人。这个项目一旦做成，星辉就不只是卖硬件，而是卖长期服务。我申请参与城市服务计划。你现在不在战略中心，我在投资部可以负责外部资源。陈总不会怕我抢功吧？我怕你抢方向盘。陈远，你别太过分。你想参与可以，拿资源清单，拿合作条件，拿风险预案，不要拿身份。行，我能带来一家高端物业合作方，这是高端社区入口，只要拿下他们，星辉服务计划直接起飞。资料上显示，他们去年刚被3供应商起诉拖欠款项，商业纠纷很正常。他们旗下26个社区，真实入住率不到50%，新盘有培育周期。他们要我们垫资5000万，却不给用户数据，不给服务场地，不承担退场责任。你管这叫资源，我管这叫坑。陈总，说话别这么绝，合同更绝。徐董，陈远太保守，星辉不能永远守着县域和养老院。县域和养老院给星辉带来真实回款，
你带来的高端盛区只带来5000万垫资，你所谓的高端就是让星辉先跪着掏钱。这个合作不通过。你是不是非要跟我作对？你别总把公司当成你面子的一部分，我没空跟你作对。陈远，你别以为做上总监就稳了。我从没觉得稳，所以我每天做事。半年下来，南湾项目彻底扭亏为盈，城市服务计划覆盖12城，星辉股价回升，渠道信任恢复，售后满意度首次超过行业均值。星辉集团成立新战略事业群，陈远任事业组总经理。顾少靠近那个烂摊子上去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第一次来星辉是被拦在门口的。有人说，看穿着就知道一个人配不配进公司战略谈战略。有人说，乘购物车一线反馈不重要，面子更重要。过去1年，星辉付出很大代价，证明这些话都是错的。新黄新的战略只有3句话：第一，不让面子压过事实；第二，不让身份压过规则；第三，不让办公室压过一线。要不要叫住他？不用，路在那儿，他想走就走。陈总，请。公司门口来访关联制度改了吗？改了，陈总，只核验预约，不以衣着、车辆、职业判断身份。好。陈远，你不过是运气好。陈总，请。公司门口来访关联制度改了吗？改了，陈总，只核验预约，不以衣着、车辆、职业判断身份。好。陈远，你不过是运气好。你到现在还这么想，挺好。什么意思？说明你还会继续输。我不会原谅你，也不需要你服。你只要记住，以后别挡别人的路。